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强大，我国综合实力越发强悍，这便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强大对他们产生了足够的威胁，因为自二战以后，美国军工业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此美国人一直被灌输了一种美国最大的思想，他们见不得其他国家超越他们，于是想尽办法来遏制中国前进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国英国也想借此机会登上美国战船，一同遏制中国。但是看到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又不想与中国直接断绝往来，就开始摊牌表示想要赚中国的钱，但同时还需压制中国。据环球时报援引英媒报道称，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现在处于一个针对中国的状态，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状态就把中国的全部投资赶走。他认为英国在贸易和科技上应该与中国继续保持合作的关系，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不能受到影响。有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的这种言行是真正的上演了一场典型的想吃中国饭还要砸中国碗的大戏，把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约翰逊的身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英国想欺骗我们的心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因为英国目前国内的形势并不稳定，由于疫情，有大约一半的工厂倒闭，多半企业出现现金流困难的状况。英国不想与中国极力作对，是因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近期对中国一边释放友好信号，一边针锋相对的现象更加明显。英国首相约翰逊发出继续将中国列为挑战对象的同时，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近日在一场演讲中又表示，伦敦金融城愿意拿出40亿英镑来帮助中国建立更强大的经济体系。正所谓无事不献殷勤，此时虚情假意说要出钱来帮助中国更快速的发展，必定是有自己的目的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和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一唱一和的行为，属实让人感到迷惑。但是约翰逊的言行已经暴露了英国政府的别有用心，他们既想跟着美国的步伐对中国进行打压，还要占中国的便宜，从中国投资者身上汲取利益。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近日也明确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开展贸易合作，也愿意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共同构建开放的世界经济模式。但是有一些国家偏要听取别人的意见来针对中国的话，那最终只会害了自己。所以说，英国政府应该想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想要和中国合作，我们肯定不会拒之门外，但是要想动歪心思，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碗的话，那中国人是绝对不吃这一套的。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就像是吃错药了一样，在军事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还敢同时对中俄发起挑衅。据日媒产经新闻报道称，近日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了一场名为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在该演习中，美国陆军的高机动炮兵多管火箭炮系统首次在日本境内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对此，日媒非常骄傲地表示，这是美日针对中俄专门进行的新战法演练。很显然，日本正是仗着有美国的撑腰，才敢对中俄如此放肆。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就算是美国同时应对中俄都被搞得焦头烂额，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岛国。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拥有能让日本灭国的绝对实力。所以说，日本的这种同时挑衅中俄的做法，堪称是不作不会死的完美诠释。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赌国运的做法，虽然讨好了美国大哥，但是也必将会遭到中俄的猛烈打击。这不，在中国还未出手的情况下，俄罗斯就抢先出招了。根据日媒产经新闻的报道称，俄罗斯最近不仅在日本海加强了军事存在，而且俄军舰机还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开展导弹试射训练。对此，日媒声称，日本专属经济区位于北方四岛附近的水域，所以日本方面对于俄罗斯在该海域展开任何行动都会感到痛苦。同时，日媒还抱怨称，俄军这种行为是侵犯了其主权，但是也没有办法对俄罗斯怎么样。这种既打不过又不认怂的尴尬处境，与之前仗着有美国撑腰狐假虎威的嘴脸形成了鲜明对比，也着实让人觉得解气。同时，在这一情况下，许多中国人却坐不住了，因为日本除了叫板俄罗斯之外，最近也在疯狂地挑衅中国。日本副首相都公开说出要联美保台的这种话，可见其是真的准备与中国一战了。因此，在看到俄罗斯深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发射导弹之后，国人也纷纷表示，解放军应该亮剑出击了。日本没有与中国对抗的实力，但是台海问题正是其挑衅中国的最好政治工具。所以，为了伟大的民族复兴，我们必须要收拾日本。
而应对日本挑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尽快完成统一。只有台海问题解决了，日本想要进行海外军事扩张或者复辟帝国主义的阴谋才会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中国周边才会恢复真正的平静。32国组成海上威风2021联合军演仍在进行，但他们最近内心有点忐忑不安。俄罗斯出动了2艘黑洞潜艇，潜艇像幽灵一般消失在了黑海演习区，而32国竟然寻找多天没有找到，为他们的演习蒙上了阴影。美国只好拿出了他们最先进的 P8 反潜巡逻机。据俄媒报道，俄军雷达发现一个目标接近俄边境，俄罗斯出动2架苏30进行拦截，后经俄方确认是美军的 P8 反潜巡逻机，俄军机送美军巡逻机离开了黑海。由于多国的轮番挑衅，让俄罗斯有些疲惫，终于俄罗斯出动了潜艇反击。据越南媒体6号报道，俄罗斯出动了2艘瓦尔沙维扬卡柴电潜艇，潜艇除了配备鱼雷外，还配备了口径导弹，可以在水中发射击沉他国军舰。北约寻找4天没有发现其踪影，由于害怕俄罗斯使用鱼雷报复击沉军舰，在黑海演习的32国越发感到不安。同时，越南媒体分析了英国为什么敢硬闯俄海域的原因。英国认为驱逐舰上的防空导弹防御体系是北约国家军舰上比较强大的，所以敢进入俄海域。卫士号驱逐舰配备了高性能雷达，能跟踪多达1000个空中目标，并对12个目标同时进行攻击。英军的阿斯特防空导弹放置在48个垂直发射管，速度为 4.5 马赫，机动性比较高。英国对其驱逐舰自信，才敢挑衅俄罗斯的。俄罗斯瓦尔沙维扬卡柴电潜艇是基洛潜艇的升级版，潜艇采用隐身技术，可对水面、陆地、水下目标进行打击，可发射反舰导弹和反潜导弹，可携带18枚鱼雷。所以俄罗斯潜艇出现在演习区，参演演习的多国部队提高了警惕。驱逐舰对水下的攻击防御没有水面强。美国出动 P8 反潜巡逻机主要就是为了寻找那2艘潜艇。美国 P8 反潜巡逻机主要用于侦察、巡逻和反潜作战，主要反潜武器是 MK54 反潜鱼雷，并配备了100枚声纳浮标。在作战时， P8 反潜巡逻机可用搜海雷达搜索潜艇的通气管，也可用此异常探测水下潜艇，在疑似潜艇活动区域扔下声纳浮标，根据探听到的潜艇噪音进行连续定位。定位成功后，就会投下 MK54 反潜鱼雷，给潜艇带来毁灭性打击。俄罗斯成功地驱逐了美国的 P8 反潜巡逻机，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如果美国下次要再来，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有意思的是，上月中国空军成功驱逐了美军侦察机，中俄对待外国军机在边境活动的立场是一致的。G20 外长会议于近日在意大利马泰拉举行，虽说此次是针对疫情时代加强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但不难看出主要目的是协调各方立场，为今年10月份即将举行的 G20 首脑峰会做准备。据悉，在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多次对外表示，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单独会谈，尽快落实中美双方领导人见面安排的相关事宜。这并不是美国方面第一次呼吁与中国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在此之前，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贸易代表以及商务部长等多个高官都呼吁能与中方会谈。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便加大了对中国的打压力度，屡次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挑衅针对中国，哪怕是现在都没有停止与中国作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要跟我方见面？在分析看来，这或许与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多重危机有关。随着美国国内疫情不断加重，导致美国为数不多的实体产业纷纷面临倒闭，失业率暴涨，加上社会停工停产，一度让该国经济遭受到极大的打击，而大肆印钞更是造成了美国面临巨额国债。在这个时候，美国也就希望中国能像2008年那样帮助美国，借钱给美国度过危机。可中国也不傻，所谓的借钱说白了就是美国通过金融操作手段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后，把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转移给中国，以腾出手来解决自己的债务危机。按照美国的性格，必定会在稳定住国内以及国际2个市场后，甩掉中国，重新剥削世界。也正因如此，此前美方多次呼吁与中方进行会谈时，都遭到了中方的拒绝。顺着这个角度来看，美国领导人很可能也是想借助下半年在意大利展开的 G20 峰会与中国领导人见面。一方面，美国希望能够通过此次会议与中国取得突破；
另一方面，想来也是想借此再次试图离间中俄。幻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美国估计怎么都没想到，中俄根本不会买账。这次 G20 外长会议，不仅中国外交部长没有去，就连俄罗斯外交部长也没有去，两国都选择了线上参加会议。一天之内，中俄火力全开，同时对美国祭出杀招。这一记耳光打得够响，直接让美国下不来台。从这也就可以看出，美国诚意不够，哪怕是跪下来求，中俄都不会上当。两国都没有去现场，也是变相的在告诉美国政府，中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的挑拨就出现问题。中俄两国是大国，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布林肯喊话中方，无疑是白忙活一场。